韩国媒体扬言，韩国不会屈服中国主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韩国的畸形心态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大家好，我是吕哲。最近一篇登在韩国媒体的报道引起了我的关注。这篇文章的标题就体现出韩国人的一种清奇思路。什么标题呢？叫做中国为何忽视韩国？这篇文章首先拿上个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针对韩国总统尹锡悦的不当涉台言论的回应来说事儿。尤其是汪文斌说了一句：“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儿，不容他人智慧。”然后韩国媒体就单独把这个“不容智慧”4个字拎出来将它解释为不要说话，更像是一种威胁的口吻等等，并指出其他国家也提过台湾问题，只有韩国被针对且毫不留情，甚至在文章后半段指出，韩国领导人已经适应了中国的冷漠和强硬。韩国媒体拿一副受害人的口吻来说事，简直是让人叹为观止然而就是这还仅仅是开胃菜。紧接着韩国媒体表示，中国主义已经不合时宜，韩国不会屈服，并且韩国解释中国主义的意思是要求小国必须跟随大国。我就奇了怪了他们家这个总统尹锡悦不久前刚屁颠跑到美国那边，恨不得当场认父转头又说什么中国强迫小国韩国跟随中国这个大国，这不是自己打脸吗？这么一看，难怪韩国媒体对汪文斌所说的这个不容智慧4个字如此敏感。毕竟自家总统对于美国人做的那副嘴脸是真的不容他人智慧原来是我们这话戳到了他的后脊梁骨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韩国媒体能如此理直气壮说出这样的话呢？从历史角度来看，做了几千年附属国的韩国，好不容易在2战之后，在美国的扶持下，从亚洲4小龙慢慢步入到发达国家的这样一个俱乐部里，骨子里有那种自卑与暴发户的心态混杂，那形成了韩国如今普遍的这种畸形价值观。而如今整个西方陷入到经济衰退时期，尤其是通货膨胀问题难以解决，而依附于西方经济体系下的韩国呢，自然难以独善其身。根据数据显示，在今年4月份，韩国国内的总出口额只有496.2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4.2%。另外，上个月韩国贸易逆差达到了26.2亿美元，并且韩国已经创造了连续14个月的贸易逆差。而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对外转移矛盾就成了韩国政府的它的这个政治手段了。另外，咱们还有一个重点必须要提，那就是随着中国产业升级与发展，中国与韩国在制造业领域出现了高度的重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造船业了。造船业是韩国过去绝对的支柱性产业，包括现在也是但是如今却被中国造船业抢走了大批订单。因此呢，韩国也希望能够在中美博弈的大环境下，利用美国来削弱压制中国。当然，就韩国的体量而言它也只会是美国的棋子，就算韩国媒体再怎么叫嚣，也改变不了当前的情况。好，今天的吕哲观察就是这样，下期再见。